原本呢这边都是居民区，边上这条就是荔枝湾冲。果然广州铁路博物馆，你看这一节就是绿皮车厢，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主要是靠坐这样的火车去到各个地方的。右侧江对岸这个商业中心呢叫万象城对面呢就是万象城，白鹅潭的是楼群。从这边看白鹅潭三家汇流的地方大家好，现在呢我骑行在龙津西路上现在骑过龙津桥，这边呢是荔枝湾旅游景区，还是老规矩，我停在永庆坊旅游区的一个停车场。现在呢我在龙津西路上往南骑的。今天天气不大好预计呢下午1点来钟就要下雨，现在呢已经是接近11点了。我觉得我大概还有2个来小时可以在这边闲逛一下广州的天气变化真的很大，春节期间呢真的是像盛夏一样，结果春节假期刚过就开始连续下雨，好像进入了雨季接下来呢就是回南天，看来今年广州的潮湿天气提前到来了。就这个时候呢是最不舒服的，因为到处都是潮潮的，身上呢黏黏的，没有像秋冬时期那种干燥的天气那么爽快。这也没有办法就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和不好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呢有这样的多雨的天气，我就想着但凡这一天有几个小时不下雨，地是干的我还是尽可能的抓住机会出来骑行一下。当然如果是下大雨，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能待在室内活动。这里的老城区呢我已经骑行过无数次了，但每次来呢感觉还是不错的，就觉得跟当地的文化比较亲近，所以还是非常愿意到这边来骑行。原本呢这边都是居民区边上这条就是荔枝湾冲，被打开以后呢也成了一条大家到这边休闲走走包括所以可以骑行一下的马路了。
你看啊，这边河面很平静啊，两岸都开着各种各样的花，但是春天的气息非常的浓郁。哇，你看看这个河上飘着很多的这些掉落的花朵。从前2天开始呢，就进入了下雨的天气了，那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今天刮了一些风，我今天看到马路上啊卷起的那些落叶非常之多。这个湖泊好大。现在我骑过黄沙大道，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座新的立交的桥，对面呢就是如意坊，再往前一点呢就是如意坊隧道。但看来这个匝道好像快要完成了。如意坊隧道呢是从这边去到芳村的又一处交通要道，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通。现在我已经骑行在黄沙大道上了。既然到了这边呢，我就想着去黄沙码头这边看一看，因为听说这几天黄沙码头重新翻新改建以后，好像有了新的形象，我们去看看。这是一条什么路？天佑社区，这里好像从来没进来过，我们到里面去转转吧。这里有起了不少的楼啊，你看到，挺漂亮的一个地方。有那边是不是有个铁路博物馆呢？看
看到有一个车头在那里。哎，这个地方我还没有来过呢。这个可能以前就是这边的黄沙站吧。是我当年刚到广州来的时候，我的行李就托运到了这里。果然，广州铁路博物馆。还是蛮好玩的啊！这里车站没有了，但是搞了一个铁路博物馆，哎，我觉得还不错。这是什么？2019至2020年度最美广铁人主题展。你看啊，这边搞了一个模拟的车头，这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展厅啊。哦，这里展示的是窄轨的铁路了。这边有专门关于窄轨铁路的一个说明，这是铁轨间距小于1435毫米的铁路，就是不到1.5米吧，大概这样子的。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稍微的转转。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蛮新鲜的地方啊！你看左侧这里呢，就是那种大篷车，就是以前装货的车。哦，这个地方还挺大了，挺不错的。看，还有室内的展厅啊。哦，这里还保留着以前铁轨、火车头，还有绿皮车厢等等，挺有意思的啊。这边有很多小朋友过来骑行。你看这一节就是绿皮车厢，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主要是靠坐这样的火车去到各个地方的。左侧这边也是，这个已经是电气化火车了吧，已经不是烧煤的了。哦，这个地方真的是不错，原来在这里啊，而且好像这边一路是可以过得去的。哎，这个地方我还第一次来，感觉很不错，有点新鲜感啊。你看啊，我的右侧这边一大片地方呢是一个铁路博物馆，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室内的博物馆啊，但我骑着单车就不是特别方便。这个地面上还有很多的铁轨呢。这个地方叫粤汉铁路起点，这里应该是内燃机头吧，大同机车工厂做的一个火车头。哇，这里真的不错，有一种回到从前搭火车的感觉了。
但是你看这个边上啊，四周已经建了很多的高楼，而且都是望江的，真的很不错。这个参观是要买票的吗？我们看一看。这是要进行登记以后才可以的。那我们就在这边慢期站啊，在江岸看看风景。从这边望过去呢，就已经是芳村了。哦，这个地方还蛮大地方的。到处都是那种旧的火车的车厢。这边是一处很宽敞的清水平台，从这边望啊，右前方就是芳村的正在建设过程当中的白二潭的商务区。看到前面大湾区的艺术中心啊，前段时间还刚去过。好，我们到这边望江吧。前面正在建的这个是华润的商业中心，后面都是华润开发的一些高层的住宅。这边风景一流，应该以后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热点。往后看呢，前面应该就在建隧道啊，就是如意坊隧道。在这个前面也有一条珠江隧道，最老的隧道。这个雨是下非下啊，应该还没有下下来。我们还有点时间，这边随着转转，看看这边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到皇上码头。骑行呢，就是到处转转，
时不时呢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和惊喜。你看这个地方呢，以前没有来过的，就虽然在外面的马路呢经常经过，但是那么清水的靠着江岸的地方啊，真的第一次来。我相信啊，这里以后会是老百姓很喜欢的地方。当然，这条路呢还要延伸啊，一直延伸到如意坊那边，将来会是一段非常好的滨江道。係啊，而家好熟啊，而家好哇！但是感觉前面好像被封住了啊。右侧江对岸这个商业中心呢叫万象城啊，据说呢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商业中心，现在已经封顶了，相信没过多久呢，这个地方就会开门营业了。哦，这个地方前面已经封住了。这个呢叫什么？沙面一坊，看看从这边可不可以绕出去呢？好，我们在离开之前再来望一望对面的白鹅潭芳村这边的将要落成的商业广场，还有崭新的住宅，以及立白中心边上那个大湾区艺术中心。这条马路叫玉江路啊，我相信应该是可以走得通的。在靠江的地方转了一圈以后，今天我又回到了黄沙大道这条大马路上。那我想呢，应该前面就是黄沙的水产中心了。我上次已经进去过了，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拆迁，但是也有很多人继续在这边营业。既然这样，我们到里面稍稍去转一下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沙水产品这个市场，看来还是有不少人在营业啊，卖着各种各样的水产鱼货。都有大螃蟹、大龙虾、象麻蚌。相信呢，这边很快都会搬迁了啊！你看啊，左侧这些商铺都已经清空了。这边呢是最清水也是最好的一块地方，商业价值是非常大的，所以把这个水产品市场呢搬到了东沙，慢慢腾退以后啊，这里肯定就要开启滨江的建设了。这个风吹到脸上啊，就闻到那种比较大的海腥味。好像哪里人对这种海货啊都是比较喜欢的。Seafood 料理呢，不用说啊，肯定也是最好的料理之一，因为这些原材料啊都从海里来的。看来这边都在拆迁啊，很多房子都将推倒重建或者是改建。以后肯定是一个集观光、休闲、购物啊，就这样的一个清水的地方。过了这座小桥呢，就来到了黄沙码头了。这个地方有轮渡啊，也有旅游这种观光的轮船停靠的地方。现在看来呢，修整一新以后啊，就这个上面呢变成了一个平台啊，下面呢是一个旅游码头。虽然没完全搞好，下面以后可能要开些餐馆之类的。我们到这边稍微聊聊一下。我就中的。状元坊，这应该也是一个游珠江的船吧。既然来了，我们也在这边稍微停下车。这个码头上面的一层，据说呢是一个餐馆。
我们走上去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景呢？喝咖啡、喝酒的。这个上面这一层感觉看得更清楚啊，因为看得更高。以后在这边可以吃饭，也可以点一些饮料。对面呢就是万象城，白鹅潭的是楼群。从这边看白鹅潭三家汇流的地方啊，非常之美。这边有一个小的游轮，准备进港停靠了。对，这应该是个水坝吧？这个地方还是挺不错的啊。在这边呢，我就结束我今天从永庆坊旅游区骑车过来。那我们等一会儿再见，谢谢大家跟随，拜拜。